朝廷赐婚的旨意刚下来，沈书月就这副模样，看来他也重生了。摄政王顾谨言权倾朝野，长得更是英俊不凡。姐姐嫁过去就是金尊玉贵的王妃，难道不好吗？好什么好？那顾谨言不过是个营养辣枪头，中看不中用。姐姐，他行不行的，关咱们什么事？你还没成过亲，你根本不懂。我怎么不懂呢？上一世我也嫁过人的。沈远星，你好歹是丞相府庶女，却如此粗鄙庸俗，文墨不通，满身是景气，简直有辱斯文。张让，你个穷酸书生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实则酸腐至极。若不是我嫁过来，你这状元郎还在啃冷馒头。那张让嫌我粗鄙，我骂他酸腐，后来他纳妾，3年抱2，故意甩给我脸色看。那破日子我是过够了。婉星，朝廷旨意不可违，既然你不喜欢张让，不如我来嫁，你替我去当那个摄政王妃可好？嫡姐性子柔软，若跟上辈子一样嫁给摄政王，她还是难逃以泪洗郁郁而终的结局。行，换。从现在起，我是沈婉星，你是沈书月。小翠，从现在开始，她才是你的主子。啊什么啊？还不快替我们换嫁衣！我说二小姐，我家小姐胡闹，你怎么也不拦着点儿？喂，你叫我什么？请注意你的态度，咱们3个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我看你们俩这是老寿星上吊，嫌命长，这可是欺君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把称呼给我改喽。是的，大小姐。姐姐想求一个行的男人，而我只要这辈子能包吃包住就成。男人爱不爱我，碰不碰我，我根本不在乎。王妃，请上轿。吉时已到，起轿！红轿挡百煞，进门福气大。前路无坎坷，夫妻永和和。鸾凤齐展翅，家和万事。顾谨言，既然你不行，那就负责给我包吃包住。这一世，我只当个尊贵的女宠。这就是顾谨言，小皇帝的亲叔叔吗？当真是面如冠玉，玉树临风啊！他又有隐情，我也不用侍寝，还能给我包吃包住，简直太完美了。是你。王爷从前见过妾身？没有。怎么有种被他识破的感觉？可是我确信，他绝对没见过我和嫡姐。好香啊，他身上好好闻。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姐姐不是说摄政王冷心冷情，还亲口告诉过嫡姐他不能人事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男人嘛，肯定不愿意一上来就承认自己有缺陷，总要煞有介事的演上一番。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哪一步。好吃吗？不好吃，我能吃这么多吗？果子寓意早生贵子，看来王妃已经急着要跟本王生儿育女。还在装？姐姐都告诉我你不行，真是个死要面子的男人。他来真的！姐姐骗我，他明明看起来很行啊！妾身身体不适，王爷饶命！王妃以后身子不好，一定要早说。是。不对，他分明是故意向我，逼我求饶，好让他能理所当然的离开。诡计多端的男人。
皇叔、皇婶，原来摄政王妃的身份这么厉害，好日子真的要来了。舒月，沈丞相最近身体可还安好？回太后，臣女父亲身体康健，劳太后挂心。舒月头一回进宫，难免羞怯紧张，皇嫂莫怪。无妨。王爷，我觉得太后娘娘还挺好说话的嘞，好脾气。你还挺好骗的，小笨蛋。洞房之夜，王爷没有跟你行合卺之礼，你还有心思玩儿？他不办事儿，不是我不愿意伺候，不能怪我哦。我不但有心思玩，我还想玩出花来。男人有什么好？能有西瓜甜。你别操心我了，说实话，我现在更担心嫡姐。张让那个人品性不坏，但染了一身读书人的臭毛病，不好伺候。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家小姐不好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记得上一世也是成亲那晚，我在洞房里等了太久，饿得实在受不住。沈二小姐，今日大婚，这盖头当由为夫掀开才是。你不等我便自掀盖头，可是为夫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饿了，你别想太多，大不了我再蒙上，你重新掀一次。成婚乃大事，李叔一步都错不到。你如此草率敷衍，分明不把丈母放在眼里。吃点东西而已，我一天没吃饭，不吃就得饿到明天。你在前院吃饱喝足了，感情饿的不是你。姓张的，我就吃几个果子犯了哪门子天条？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？原以为世家之女礼节周到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粗野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没安生过。他总挑我的毛病，我也不让他痛快，谁都不让谁。还好这一世终于摆脱他了。这才叫日子。你吃不吃？冰镇过的，可甜了。哼，干嘛这个态度？搞清楚，我现在可是摄政王妃，这个位置分明应该是大小姐的。真不知道小姐是怎么想的，放着好好的摄政王妃不当，非要跟您换，去嫁给那个穷书生出身的状元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她当惯了大小姐，从小锦衣玉食，什么都不用愁，自然就想追求点轰轰烈烈的爱情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哦对，保暖思淫欲。我就不一样啦，以前在相府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，哪有精力想那些虚头巴脑的？我就是图口安稳饭吃。说真的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？摄政王不行！喊这么大声干嘛？缺心眼儿你！摄政王不行，这是好事儿，省得姑奶奶以后伺候他，明白吗？瞧你那点出息，这种好事都接受不了。完了，这回真是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。西瓜不错，挺甜。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留下我一个人当垫背的。完了，全听见了。这脸长得是真完美，可我这命怕是也要玩完了。张嘴。王妃刚刚说本王哪里不行？
王爷英明神武，摄政王哪里都行。他这是要切我的西瓜籽？这男人的手指长得是真美，不过这动作怎么看都像刽子手在杀人前先把刀给擦干净了。王爷，救命！这压迫感也太强了，他该不会是打算在这儿就把我给解决了吧？我怕是要死了。后日归宁，别忘了。顾景言难道很忙？他都2天没在那里，难道是因为我昨天那句不行刺激到他了？诡计多端的男人真是诡计。不对劲，明明上一世嫡锦回门，顾景言根本没陪他回去啊？难道说……不管了，先生为敬。父亲、母亲，看来父亲和母亲已经知道我们私自换嫁的事了。可摄政王在这儿，他们想发作也得憋着。姐姐安好，妹妹快快请起，自家姐妹不必多礼。这种眼神，是我上辈子到死都没在张让脸上见过的。终究还是样样不如姐姐。男人果然都喜欢姐姐这样文静娴雅的女子。她这眼神怎么像要吃人一样？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，偷梁换柱，竟敢在婚姻大事上欺瞒父母，沈家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。母亲息怒，婉欣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女儿的安排。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相公待我极好，我也心悦他。他虽然出身低微，但饱读诗书，风骨萧然，是世间难得一见的君子。那个冤死死板、只会挑刺的张让，在姐姐心中竟有这般好。嫡母现在肯定想撕了我，奈何我现在是摄政王妃，她只能把这口恶气憋回去。相公今日见到我嫡姐了，觉得她怎么样？摄政王妃是夫人的姐姐，我本不该妄议，但是既然夫人发问，这话我只能私下说。你说，她虽是嫡女，却没有一丝大家闺秀的气质，言行粗陋，礼节不周，与知书达理的夫人比起来，简直天差地别。幸亏我娶的是你，要是娶了她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姓张的，你才倒了8辈子血霉，迂腐的酸秀才！我们姐妹2人感情要好，以后不准你说她的不是。好，但我心里永远只有夫人一个，夫人无需吃任何人的醋。看什么看？后面人家在亲热，非礼勿视，懂不懂？吃醋了。干什么你？看到人家夫妻2个你奴我荣，伉俪情深，你是不是羡慕、嫉妒了？吃醋了？从进前厅开始，你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张让。刚才又跑到凉亭偷看，你就这么放不下他？怎么可能？沈婉星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回答本王。这个真没有，我本想说些姐妹之间的悄悄话，谁知道张让突然过去了，我……等等，他刚刚喊我什么？糟了，他在这儿了！他喊我沈婉欣，我竟然完全没有反驳，直接默认了。王爷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
都是我的错。总不能告诉他我和姐姐都重生了，更不能说是因为嫡姐嫌弃他不行，所以想换个能行的。是我贪图富贵，一心想攀附王爷，才哄骗嫡姐说那张让万般好，骗她换亲嫁过去的。哦，既然如此，王妃倒是说说看，那张让到底有多好，竟能让沈书月心甘情愿放弃王妃之位？王爷饶命！顾景言年仅20便权倾朝夕，绝非善类。这皮囊下藏着的可是杀伐决断的狠心。王爷打算如何处置我？抗旨欺君，欺瞒本王，这沈府上下一个都逃不了干系。瞒天过海是我的主意，王爷能不能饶过我姐姐？旁人随你处置，只要饶过她。这么护着沈书月，从小到大，只有姐姐是真心对我好。那本王对你不好吗？这3日过得确实富裕的超出想象。王爷对我很好，是我不好，不该欺骗王爷。好一个芝兰玉树、龙章凤姿的翩翩公子！沈婉星，你就不怕本王把你送进大牢？我现在觉得他也没那么帅了，怕。那你还敢换？这怎么回答？难道说嫡姐嫌你不行，不愿意嫁吗？这不是上赶着找死。因为妾身早听闻王爷威名，心慕已久，所以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只盼着这男人能信用，轻点罚我们。还跪着做什么？跟我回家吧，小可怜。王爷已经知道真相，还愿意让我回去吗？不然呢？也对，我姐现在这副样子，应该是没法跟你回去了。愿父亲母亲珍重跪帖，不必为女儿挂心，女儿定经常回来探望。我也一样。婉星，以后你要是想家，我随时陪你回来。你今晚想吃什么？为夫亲自下厨做你吃。本王觉得婉星这个名字更适合我家王妃，不如你们姐妹俩把名字换了。看来摄政王不追究换嫁之事了。凭什么？不如你们姐妹俩今日就把名字换了。凭什么？我家婉星虽然是庶出，但于我而言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珍宝。在下官职不高，但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。即便你
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，也不能随意剥夺我家娘子的贵名。张让这倔驴脾气又上来了，上辈子他就是头拽不动的死驴。妇道人家懂什么？我这叫风骨。他不仅好心当成驴肝肺，反而脾气越来越差，最后在官场上把人得罪个遍。相公，你先别激动，这件事我回家再跟你详细解释。这犟驴要是敢发疯吼姐姐，今天非得锤死他！好，都听娘子的。这还是那个张让吗？怎么到了姐姐手里乖得像只猫？果然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不是沈书月的？姐姐逼我们先回府，就是为了提前都安排好。此事万不可外传，爹娘也下了封口令。唯一的可能就是那天我和小崔在后花园的谈话。完了！如果他全听到了，那岂不是连我说他有隐疾那段也……救命！我还有活路吗？沈婉欣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我就是估摸着张让这会儿应该知道他娶的是我姐姐了。哦，你还放不下他？不，王爷误会了，我是见他爱重姐姐，宁愿得罪王爷也要为他出头。我为姐姐觅得良人感到高兴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不如张让，嫁给本王委屈了你？我愿意跟姐姐换，自然是因为妾身一心想要嫁给王爷。以后便光明正大的做摄政王妃，管理府上内务，不可再肖想他人。王爷放心，以后我心里只有王爷，摄政王府就是我唯一的家。上一世，张让嫌我粗心大意，甚至连看账本的机会都不肯给。买米38文，买面45文，末6天。娶妻不贤，是我之过。而这一世，顾景言竟然愿意把摄政王府偌大的家业交给我，还吩咐管家事无巨细的教导。王爷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。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王爷不嫌弃，还给我饭吃，我真的很知足。毕竟像我这种人，谁会喜欢呢？本王就挺喜欢。啊！没听清就算了。摄政王这是在跟我表白？不对，他肯定是在逗我，就像洞房夜故意逼我求饶一样，我绝不能上当。
王爷说笑了。本王去书房处理公务。小姐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脸黑的跟锅底一样。还有刚才在神府，王爷那个眼神跟要吃人似的。现在知道怕啦？小姐，王爷到底打算怎么处置咱们？他不会秋后算账吧？不会，他要是想处置，当场就处置。他身体有疾，娶谁都是摆设。既然木已成舟，不如将计就计。让我继续当这个王妃，至少看起来体面。所以啊，以后你我在王府要谨言慎行，夹着尾巴做人。王爷给口饭吃，咱们就得感恩戴德。小姐说的对。还有，以后不许再提王爷不行的事，知道吗？怎么这么拼？明天再学，先睡觉。嫡姐会的我也要学会，总不能让你觉得娶我亏了。不错，你确实不能亏待本王。这就睡着了，睡得可真够快的。枕头边突然多了一个男人，真是适应不了。不过他是我名义上的丈夫，若是一直不同床，王府定会有风言风语，会伤了他的自尊心。二来他不算个男人，也不能对我做什么，我就当跟自己的好姐妹一起睡觉吧。王妃，这是府中上月的开销，王爷吩咐，往后这些账目都要请您过目。李管家，这一项采办怎么比上个月多了300两？回王妃，这是因下月中秋，需提前准备各府的节礼。王妃真是好眼力。李管家，这一处修缮费似乎报高了。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看账本啊？挺厉害的嘛。那是，要不然这不就白努力了。小姐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。以前在神府……哎，打住！好啦，那以前在神府，对我来说，只要有饭吃，有衣裳穿，不被人欺负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以前嫡姐是被当大家闺秀培养的吗？她要学琴棋书画、诗书礼仪，大家自然更顾着她一些。况且你和嫡姐对我还不错呀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走去摸鱼。是王妃。已经半年了，他还是喜欢这么抱着睡，眉如浓墨，鼻梁挺拔，睡着的他
可比白天温柔多了。前世，狄姐也曾这样满怀期待地走向他。本王身体有疾，无法行事。你若不愿，本王可写下和离书，以后嫁娶随亲。沈书月，相府不留被休弃的女子，你若和离，不如一头撞死，免得连累相府名声。身体有缺陷不是你的错，在我心里，你完美无瑕。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。小傻子，谁告诉你本王有缺陷的？王妃，大小姐差人送来喜报，说她有喜了。姐姐怀孕了，上辈子她最遗憾的就是没个孩子，这一世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在顾姐姐面前提这个，她不能生，提这个不是往她心窝子上捅刀吗？什么事这么开心？我把府上的账本全看了一遍，账目全捋清楚了，以后给王爷管家绝对没问题。我家婉欣真是聪慧。过来，本王奖励奖励你。奖励什么好东西？心跳的好快，可我要怎么回应？不管了，先憋气。什么东西？是他身上的玉佩吗？硌死我了！什么东西？硌到我了！王妃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王妃恕罪。难道姐姐骗了我？我应该……难道刚才是我感觉错了？可这怎么去问啊？没脸见人了！老板，这线都起毛了，3文钱最多了。王爷说府里不缺钱，您至于为了3文钱在这躲一下午吗？王爷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得替他省着点儿。小姐，我记得王爷他不吃人吧？明日外边会比较乱，不要出去逛街了。好。小姐，王爷一大早就进宫了，说是朝中有要事。哦，
什么亚氏？奴婢哪知道啊？不过听管家说，好像跟魏国公有关。魏国公？这么快？王妃，什么这么快？您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轰动朝野的魏国公案，上一世也发生了。魏国公是当今小皇帝的亲母舅，太后的亲哥哥，祖上4世塞公，权势滔天。是顾谨言亲手撕开了魏国公弑权横行的真相，将他送进了大牢。可那是7年后的事，这一世为什么魏国公安提前了整整7年？上一世李姐去世后不久，魏国公府被抄，紧接着顾谨言便也死了。王爷呢？王爷现在在哪儿？奴婢刚才说了呀，王爷一大早就进宫了，这会儿应该在御书房议事。难道顾谨言的命数也提前了？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方才宫里来了个小太监传信，说咱们王爷在宫里跟魏国公吵起来了。什么？因为什么事？魏国公说王爷把持朝政，排除异己，要求皇上收回王爷的摄政之权。上一世魏国公直到7年后才跟顾谨言撕破脸，魏国公一死，顾谨言便也死了。难道顾谨言的命运真的提前了？不行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王爷是摄政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朝堂上的事他自有分寸。我现在去了，不但帮不上忙，反而会让他分心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事？不是王爷中午派小太监来传信儿的吗？传信？对啊，那小太监说魏国公在皇上面前参了王爷，我差点冲进宫去。那你最后怎么没去？我要是真去了，那不得帮倒忙？学聪明了，幸亏你没去。那太监不是本王派的，你要是真出了门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看来这摄政王妃也不好当啊。看来魏国公这老狐狸憋不住了，本王抓了他儿子，他就想对本王的人下手。你抓了他儿子？他儿子当街强抢民女，你说该不该抓？那的确该抓。王爷，魏国公的事，你能不能先缓一缓？为什么？因为兔子急了还咬人，何况是魏国公那样的老狐狸。王爷现在逼得太紧，他万一狗急跳墙……你是在担心本王？你放心，本王心里有数。今晚早点睡，明天本王还要进宫。过来。小星星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待在王府里，不要乱跑。魏国公那个老狐狸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不怕他在朝堂上跟我斗，就怕他狗急跳墙，对你下手。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不光要小心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你要记住，保全自己最重要。什么王妃的身份、王府的体面都不重要。那你呢？本王不会有事。你骗人！你上辈子就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我嫁给了你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你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办？沈婉欣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本王？我为什么要怕你？
你又不会吃了我。你怎么知道本王不会？王爷，叫我的名字。顾谨言。再讲。顾谨言。小星星，你真是一个宝贝。这男人，他是要吃人吗？你还说不怕？脸都红成这样。我这是热的。哦，热的。那本王去把窗户打开，给王妃降降温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。本王不会出事。为什么这么笃定？睡吧。还好，差点就说漏嘴。不对，顾谨言刚说的是这辈子，难道……沈婉星，你再不睡，本王真的要去开窗户了。不睡。姐姐派人送来消息，说姐姐回神府省亲，问我能不能去一趟。早去早回，多带几个护卫。知道了。妹妹，想死我了！姐姐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张让对姐姐好不好？张让对姐姐很好，特别好。怎么个好法？你是不知道。张让他变了个人吧？不是变，是以前妹妹没看到张让的好。你们两个性格不合，张让那些好，在你眼里都是毛病。好像还真是，上辈子他那些讲究礼数、注重细节，在我看来全是矫情。但你眼里，他这些竟然都是优点。姐姐，你是真的喜欢张让吗？我喜欢他，他虽然出身不高，但人品端正，学识渊博，对我也好。这辈子就想跟这样的人过。上辈子嫡姐锦衣玉食却郁郁而终，这辈子嫁给穷书生却笑得这么开心，果然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那你呢？摄政王对你好不好？好啊，管吃管住，还让我管账呢。就这些，不然呢？他又不行，还能怎么样？妹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他并不是不行？我也曾怀疑过。什么意思？顾谨言自己跟你说过他不能人事的，这还能有假？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好好的就行。听张让说，最近朝堂局势很是紧张，多叮嘱下你家那位。我会的。摄政王专权跋扈，欺君罔上，请皇上收回顾谨言的摄政之权。魏国公侵占良田，贪没赈灾银两，纵容家奴行凶，魏大人还有何脸面谈论法度？是呀，这贪污银两可不是小罪，况且还纵容手下杀人，是简直无法无天。依臣看，就是罪不容诛。不行，请陛下收回。朕身体不适，今日先退朝。允车，送些银子给这女子，打发她去医治吧。掌门，青州同盘，掌门。回王妃，听口音，这女子似乎是青州人士。青州，那不就是魏国公贪污赈灾银两的地方？账本难道是证据？带回府医治。且慢，将此人悄悄送去城北那处私宅，安排亲信医治，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回来了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
今天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。睡吧。小姐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一只簪子就把你收买了，你懂什么？这是王爷的心意，心意又不能当饭吃。能吃，王爷说了，管我一辈子的饭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朝堂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我听说魏国公在联络藩王，准备逼宫，顾景言也在加强布防，搜集证据，两个人都在等一个撕破脸的时机。听府上的幕僚说，魏国公最近在暗中联络各地的藩王，想要联合逼宫，而顾景言也在加紧布防，派人搜集魏国公的罪状。王爷，有好事。魏国公那边出事了，他贪污赈灾款一事，原本是遗失了账本，可不知是谁突然秘密的将账本送了来。账本？对，本王已经派人去青州核实账本，如果能在青州找到有力的人证，那扳倒魏国公便是顺水推舟的事了。王爷，有一事我要同你说。青州人士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我安排去城北那处宅子了，还派了人看护着。原本想带回府上，但怕会生意外。小星星，跟着本王你也是学会了谨慎。很好，这样至少你是安全。王爷，你真的要查魏国公府吗？不只是查，本王要连根齐起。王爷，魏国公毕竟是皇上的亲舅舅，太后那边……太后那边，本王自有安排。王爷今日不去朝会，反倒要带我去赏秋。本王生病了，今日只陪小星星。走吧。顾景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没有。骗人。小星星，如果有一天本王做了一件很大的事，所有人都说本王是乱臣贼子，你会怎么想？那得看是什么事。比如说本王废了皇上。你说什么？本王只是打个比方。王爷，难道你想篡位？小星星，你知道先皇是怎么死的？不是说病死的吗？病死的只是表面，先皇是被毒死的。什么？下毒的人是太后。太后和魏国公兄妹俩早就想架哭皇权，先皇发现后，他们先下手为强，在先皇的膳食里下了慢性毒药。那皇上不知道，他以为自己的母后只是性子软弱，事事听魏国公的。他不知道，这一切本来就是太后和魏国公报的局。那你要怎么做？等。摄政王，你抓我儿子是何居心？你儿子强抢民女，证据确凿，本王按律法抓人，天经地义。我儿子是国公府的公子，岂是一介平民能比的？王子犯法，尚且与庶民同罪，国公难道不知道？好了，都退一步。魏国公的儿子先急交大理寺，等查清楚再定罪。臣遵旨。魏国公那个老狐狸，果然只在意自己儿子。他儿子是儿子，那别人女儿就不是女儿了吗？急什么？他越在意，破绽就越多。也许他是在声东击西，表面上看还在为儿子的事奔波，私底下却有别的打算。有道理，这老东西心计够深。我派去青州的人也快回来了，九弟，你多派些人去接应。我亲自带人去，一定把证据带回来。顾景言已经接连几日住在宫里了，本来想去找姐姐说话，可姐姐最近害喜严重，怕是也没精力。风雨这么大，顾景言今夜定然又不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以前自己睡没觉得什么，你不在身边，突然不习惯了。不躲了，
上次调戏了本王就跑，你好没良心，害得我只能去冲凉水澡。你也好没良心，这几天只让人传个口信过来，害我担心受怕。我一直怕他这一世的结局，仍旧和魏国公脱不了干系，怕他重蹈覆辙。有爱故生忧，有爱故生避。正是这份后怕，我才明白自己早就喜欢上他了。我要求不高，你别强求自己。不强求。难道这辈子他的隐疾治好了？小星星，别勾我，这几日在刑部熬大夜，我没力气了。难道他还是老样子？果然还是不行啊！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怀疑为夫吗？干什么？行夫妻之礼。什么没力气了？什么不行？顾谨言是骗子，狄姐也是骗子，全都是骗子。真苦。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快别说了，我快散架了。散架？小姐，你昨晚做什么了？小孩子别问。魏国公的案子提前了整整7年，这对顾谨言来说是最有利的局面。上辈子他只娶了狄姐一人，却不肯纳妾，甚至自毁名声，说有隐疾，那是为了不耽误狄姐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活不过7年。可是新婚夜他那句话是怎么回事？这一世他根本没见过我。顾谨言难道也是重生的？我得找机会试试他。婉欣，张让最近在林院混得不错，写的几篇好文章被老大人夸了。他每天晚上都给我读诗，读到动情处还会掉眼泪呢。掉眼泪？张让那个石头人连笑都很少笑，竟然还会掉眼泪？上一世他何尝没有对别人动过情，只是那个人不是我罢了。局势动荡，切勿出门。王爷都1个月没回来了，小姐你担心啊？是啊，只是担心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去给姐姐回信，叮嘱她最近千万别出门，照顾好自己。好浓的血腥气，看来魏国公府倒了。五嫂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你救回来的那个青州女子真是个关键，她是那青州通判的妻子，正是5个要找的人证，而且她还帮咱们顺藤摸瓜，找到了另外2个证人和整整1车的物证。真的啊？真的。魏国公那老狐狸知道的时候都要疯了，派了几波死士要在半路毁掉证据。但小爷我是谁啊？我带着精锐拼死护送，跟他们杀了个天昏地暗。看来九弟这次是真卖力，连命都快搭上了。这点伤不算什么，幸好我拼死护住证据，按时抵京。五嫂，你是没看见，
魏国公在朝堂上看到那些证据时，老脸变得比猪肝还难看，笑死我了。一个字儿，爽！数罪并罚，魏国公府这回是彻底倒了，抄家灭族，一个也跑不了。顾谨言，你个骗子，藏的可真够深的。分明是王妃在背后说本王不行，败坏本王的名声在前。再说，王妃不也是深藏不露吗？那你就没什么要对我交代的吗？那我们一起说。我上辈子嫁给了张让，他也重生了。原来一切早有定数。完了，他跟我说情话，我去提张让，既然都重生了，这辈子你为何愿意选择本王？因为要首先排除张让，所以只能嫁你。别说我，你和我姐上一世可是正儿八经的夫妻，这辈子你是不是仍对她旧情难忘？无中生有，荒谬！本王上一世和她根本就……你是摄政王，赐婚旨意下来，你若不愿意，谁能强求？这一世你也没拒绝，不就是想娶姐姐吗？原来我的小星星吃醋了。本王不识情为何物，想着人总要嫁去，何况上辈子是补偿，谁知揭开盖，发现是你。本王当时在想，这不是上一世翰林县使新科状元郎张任的娘子吗？怎么变成本王的王妃了？可恶，居然不当场揭穿我！本王一开始怀疑中了奸计，结果发现你在偷吃花生，就想害。小馋嘴能有什么阴谋？后来听到你和小翠私下聊天，知道你和沈书月胆大包天，偷偷换嫁，就猜到你们两个也重生了。沈书月愿意另择良人也好，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子，但本王对她只有歉意，没有爱意。那我呢？对我呢？你明知故问。我还是想听你亲自说出口。看着你在王府蹦蹦跳跳，像只快乐的小兔子；看着你吃饱喝足便凡事无忧；看着你不拘小节大口啃西瓜；看着你翘着二郎腿骂小翠。你这么可爱，我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。幸亏是你，幸亏阴差阳错让你成为我的妻子。你从小过得艰难，以后有我爱你护你，必不会让你再辛苦一分。堂堂丞相之女，如此粗鄙，简直有辱斯文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哪有一丝大家闺秀的风范？粗俗！你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还会看账？别添乱了。他满足我柴米油盐，待我感受爱情风花雪月，遇见良人原是这种感觉。上一世沈书月应该没对本王动心吧？她该不会是对本王伤透了心，这辈子故意找个什么都不如我的丈夫？别自作多情了，上一世我姐图你身子，最多是想要个孩子。那你呢？你图本王什么？图口吃的。好，本王让你吃，让你吃个够。带着也挺好。啊，顾谨言，你真是坏透了！我再也没法直视那个玉扳指了。上一世，我只知你嫁给了张让，就不曾关注过。是万茜，你过得好吗？说来都是泪，上一世的洞房花烛夜，我和张任便闹得不欢而散。后来不是在吵架，就是在互相生闷气。娘子，你我二人自成婚以来，尚未有夫妻之实。今夜
我欲行周公之礼，可乎？不是，他是觉得自己很礼貌吗？这种事气氛到了不就成了？他非得正儿八经问一句，怎么着？我还得回他一个准奏。娘子不愿意直说便是，不必如此。所以你说我上辈子能过得好吗？那后来呢？后来张让索性每天正儿八经的跟我讲起大道理。娘子，在下并非逼迫于你，更非生性淫邪之人，只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若是不能留下子嗣，将来无颜去地下面前列祖列宗。你是女子，岂不知生儿育女乃分内之事？我不知道，你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没跟我说，圣贤书上也没写该怎么生。真是有辱斯文！你滚！你现在就滚！你赶紧纳个妾吧，找个愿意给你生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欺负他。等他生了，我给他伺候月子都行。不和谐。不是，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这种事。甚至没亲过。你不知道，离心夫妻亲一口，噩梦都要好几宿。喂，真的这么好笑吗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，你上辈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心情好，不说这个，别败坏我们的兴致。接下来的4个月，朝堂风云变幻，魏国公案牵连甚广，罢官下狱者无数。顾谨言每天早出晚归，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。王爷，请。怎么了？皇帝问我什么时候还政于他。你怎么说？我说等他20。他不高兴，但也没办法。他会恨你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在乎。可他是你侄儿。他是先帝的儿子，先帝给我下毒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是他弟弟。算了，不说这个。你今天去看姐姐了？她快生了，到时候备份厚礼送去。姐夫，你别转了，我头都晕了。我紧张，舒月她……你要真是着急，去烧水去。是龙凤胎。辛苦你了，舒月，辛苦你了。上辈子，姐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，这辈子，她终于圆满了。我也想要孩子。那今晚继续努力。你每天都这么说。皇帝的生辰宴果然是不一般。姐姐刚出月子，气色看起来还真不错。罪证确凿，但魏国公毕竟是国舅，也该考虑从轻处罚才是。他不但下手狠，还牵连这么多同僚，这岂不是排除异己？太后当初说的对，摄政王就是挟持幼主，以权谋私。魏国公下场凄惨，皆因罪孽深重。顾谨言依照律法量刑，并无莫妥。摄政王已经位极人臣，如今又处置了魏国公，
是否想独揽大权？上一世的7年后，张让拿出初生牛鹿不怕虎的气概，当场质问顾谨言，话一出口，当场鸦雀无声。张让也因此被皇帝贬到玉门关做一小吏，连累我也跟着遭了不少罪。此事，翰林院张大人怎么看？你这不是故意没事找事儿吗？为难张让不要紧，但姐姐才刚出月子呢，你还想公报私仇，把人贬到玉门关不成？下官以为法度可因私而废，摄政王依例而行，处事公允，并无不妥之处。榆木脑袋开窍了，真是不容易。你说张让会不会也重生了？应该不会吧？没理由我们3个人都重生了，唯独张让没有重生呀，还是谨慎为好。夫君，我过去试探张任一下，接下来我说的话都是违心的，你不要吃醋，万一不巧碰上姐姐，未免引起误会，你可要帮我作证。姐夫，参见摄政王妃。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原是一家人。再说，如果当初我和姐姐没有故意上错花轿，跟你成婚的原当是我才对。王妃莫要开这样的玩笑，既然换了便是天意，老天开眼，才让舒月这样好的女子嫁与张某为媳，不可能。说不定上辈子我们2个才是夫妻。不可能，你我孤男寡女站在此处，已是不合礼数。看在舒月的份上，今日之事我不告诉王爷，以后还请王妃自重。张大人觉得刘府尹家的次女怎么样？我瞧着她是个好生养的，不如我找媒人帮你介绍介绍。胡说八道！没想到你们2个同出相府，人品竟然差距如此之大。舒月不嫌弃张某出身低微身下，张某只有拼尽全力好好爱她，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岂能在那切实？那不是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摄政王妃，请不要再说这样的混话。糟了，刚才试探张让的事儿，姐姐不会正巧看见了吧？妹妹淘气，我早就问过了，相公没有上一世的记忆，岂能人人都像我们2个一样有重生的机缘？我家这位也重生了。怡姐安好，上一世因诸多内情未能善待，对不住。也未曾薄待，王爷客气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传令下去，宵禁吧。是。你觉得我那皇帝侄儿怎么样？他对你很是恭敬，但是过于言听计从，反而不是好事。如今害怕猜疑，将来必会忌惮。他很怕我，也从来不肯相信我会一心一意辅佐他。上一世，我发现自己身中剧毒时，已经很晚了。皇兄怕我抢他儿子的位置，给我下了无解之毒，并让魏国公的势力做大，用来对付我。我一直隐瞒自己中毒的事，对外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连你姐姐也不知道。我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，每日只能靠汤药吊着。我苟延残喘硬撑了7年，灭了魏国公府，绝了皇兄的族，直到临死的时候，我那侄儿才说不会把我葬在皇陵。原来顾景言同嫡姐说的身体有疾，竟是这个意思。原来顾景言娶了嫡姐，却并无夫妻之实，其实也是早知自己命不久矣。上一世的顾景言，连活着都已经十分艰难。没事了，这辈子我没有中毒，魏国公府也倒了。那皇帝呢？待他成年后就会发现，他不能人事，生不了孩子。这都多亏了你给我的灵感。将来皇帝无所处，你又是皇帝唯一的血亲，那将来谁做皇帝？至于皇帝，我已有人选。那个被我皇兄扔在风鸣谷的儿子，我已经找到了。重生一次，我和嫡姐只是偷偷换了夫婿，顾景言却在暗中做了这么多事，好在一切都变好了。要不换马车？不用，想和你一起走一走。那我背你。这条路很长，
路的尽头是摄政王府，我们的家。前世如过眼云烟，那些辛酸和哀伤终成过往。青山依旧，星月灿烂，眼前人是心上人。